来看一下今天这场比赛的第一小局 BP 啊，蓝色方是成都 AG 商会，红色方是长沙滔博。AG 蓝色方的第一局往往博弈点就在盾山、鲁班大师还有沈梦溪上面。这3个英雄先搬元辅来 B 班鲁班大师，那就看他第2手是搬海月还是搬苏烈。搬苏烈 B 班一个盾山，就看滔博要不要对着搬。放了哦，他这有意思，就是如果是 B 搬了盾山之后，那 AG 肯定是1楼拿沈梦溪，但是他选择把沈梦溪搬放盾山出来，然后自己想用太乙加苏养香那一套去打这个盾山。没错。那既然放出来，蓝色方肯定还是要接这个盾山的。对，没有不接的道理。没错。这盾山一接，后面就可以配艾琳去打苏养香太乙那一套，然后另外一个位置可以做一些摇摆，做摇摆可以摇摆看他是不是抢关羽啊，还是说选一个长手去对位的一个女西施。你走过最长的路。总而言之，两边的第一局就是围绕着盾山，然后以及对着出的真香这一套开始构建了。太乙直接拿就配苏养香。这时候就看 AG 的选择 ，AG 的选择是直接把射手出了，还是说射手再往后靠一靠，想着在后手位出吃叉all in这样子的英雄？那这个直接亮艾琳了，亮艾琳之后看他第3手，第3手是抢关羽还是预判一下，然后来一个女娲打一个西施？哦，选择嬴政。嬴政的话，感觉滔博他的3楼康纳瑞给到关羽会非常好用啊。哎，我也觉得，因为关羽这英雄也是在前3手用来去打盾山这一套出的比较多的，然后对方中路又是一个没控制的，对吧？你是个嬴政，如果是个女娲的话，人家也是照样拿关羽去打，那你一个没控的嬴政，那关羽肯定优先级要比西施更高了。是的，所以他们3楼康纳瑞也直接接下来了，确实目前看起来是比较好用的。对，只是这样，这一手中路没出之后，那 AG 在后手位就可以直接把西施给搬掉了。是的。滔博先是对位处理掉了马超，然后又搬掉了袁坦。现在 AG 确实这套阵容是需要一个前排点的。对的。AG 搬了一手镜，疏远的镜虽然这个赛季只用过1次啊，但是那一场实在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视觉盛宴，极致的手法。对的，感觉今天应该是放不出来了。前置位有机会，后置位就别想看。是的。再搬一手海月。然后滔博这个吃叉就是搬掉你刚刚说到的一个点，他有可能对抗路会出。那现在滔博在中路位上的选择就比较多，他有一个不知火舞，选择用安琪拉。安琪拉的话就可以和太乙真人去衔接一些康博链，同时的话他也做强了自己前期的强度。他要的应该是中野辅，哦，不是中野辅，就是他的中辅射3个人抱在一起的时候能够造击杀。而且这手安琪拉有点在防着 AG 要出一个弹野，要做一个下血量快的英雄，再加上他打嬴政对位打嬴政的话，虽然说在线权的处理上没嬴政来的那么快，但是这个英雄你跑到边路去抢资源还是挺厉害的，斩杀线更高。没错。最后又补了一个凯，这样的话，第一局两边的打野，首先它是一个弹野的对位，对，所以他们在中野辅的节奏上面对拼就显得更加重要一些了。那在中轴，像你刚刚聊到安琪拉，它整体的一个爆发量可能更高一点，然后同时它和关羽这2个英雄的话，是很容易通过藏自己的视野来给到 AG 压力的2个英雄。是的，然后凯这一手的选择其实是有点 counter AG 的艾琳和嬴政的。哎。因为他开大的时候，对面的这种基本上都是多段伤害，要被稀释掉很多。没错，所以这一把的话，滔博整体在中野辅的强度上面做的是比较高的。然后这一局无患的关羽他的一个进场，其实是会给 AG 比较大的一个威胁。但是 AG 他既然高位选择到了嬴政，肯定是有他们自己的道理。同时，首先是这个嬴政他们的胜率更高，他们的选率也会更高。还有就是配合上艾琳的话，他们是可以打出那种压线的效果来的。这个阵容的话，消耗能力就特别强。只要关羽 AG 能够有人盯住他，不要让关羽进场，然后正面夏侯惇去吃伤害，盾山负责拆火挡苏让香和安琪拉的伤害以后 ，AG 就可以通过他们这种长手 poke 的方式，不断的去压低滔博的血量，然后打推进。滔博的阵容，你中路位既然都已经是安琪拉了，这样一个打一波的英雄，如果开不了节奏的话，那只会被 AG 这样顺着平推掉。而且安琪拉的容错率确实这个比较低，非常吃选手个人能力的技能
精度。所以两边在第一局的对碰上面的话，其实更重要的是 AG 这边的拉扯做得更好一些，还是滔博他第一时间进场也好，还是 Common Lane 也好，完成击杀的效率更高一点。是的，太乙和安琪拉技能的衔接，以及关羽他个人找机会能力。这么看起来的话，滔博第一局的进攻压力对比起来会更大一些些，而 AG 这边的话就非常依赖于线上出到一些优势了。这一点其实，在他们前面的比赛当中，能够感觉到 AG 其实在这个赛季对于小鱼的一个倾向性还是会更多一些的，因为有一个数据很明显能够表示出来，就是小鱼它的一个一血次数有10次，排在发路的第1位。其实发路拿一血这个情况是比较少见的。但小鱼能拿一血，就说明前期的侧重，首先 AG 会靠一下小鱼，对。同时的话，小鱼他个人的线上风格打的也是很激进、很凶的那一种类型。是的。所以这一局就看一下能不能够围绕着下半图，然后利用嬴政这个点去起到这种推进的效果。两支队伍的话，再一次拥有了去争夺 SA 卡位赛的权利。SA 卡位赛它重要的点就在于说，你如果说能够卡位成功进入到 S 组的话，你保底是有季后赛打的，甚至你可以去有争夺胜者组的一个可能性。但如果说你在第3轮留在 A 组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你还是会有面临到淘汰的这样一个风险存在。第3轮在 A 组的话，就要去抢 A 组的前4名，对，否则在 A 组第3轮最终是排在第5、第6的队伍是没法去打季后赛的。所以是机会总要争取去抓住。来看一下今天晚上谁能够抓取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第一小局的话呢，蓝色方是成都 AG 超会，红色方是长沙滔博。这样一个阵容，两边在前期都是要去做打野的一个经济优势的。所以前期会尽可能的平稳一点，但更多的一些小资源的争抢就要看双方在中路位置上对于边线的一些帮助了。是的。而在滔博这个阵容上来讲，他前期主力节奏还是要靠太乙和安琪拉去找的。这种有控制技能，同时配合上高爆发的安琪拉是容易产生节奏的。在后期的团战里面会更加依赖于关羽的进场，而 AG 他前期的时候可以被安琪拉抢一些小野怪，这是可以接受的。他们这个阵容的强度到后期是很高的，到时候只要防住这个关羽，关羽是他们最怕的这套阵容最怕的一个英雄。只要防住关羽之后，他们这个阵容打团就会很强。所以其实对于 AG 来说的话，前期就是要尽可能的先以避战为主嘛，对吧？主发育。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滔博他一个是两边的这个资源点上，还有一个就是滔博他这一局在整体的爆中能力上面也是比较不错的。就在爆中的过程当中，就两边对着清线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是谭野，他的身位都会相对比较靠前一点，所以对滔博来说，有可能是可以打掉 AG 一些状态的机会。是的。就来看一下两边整体的一个局内的布置了。看一下第一局比赛，蓝色方是成都超会，红色方是长沙滔博。我这边是让孙小香吃了第一波的一个中线，然后把安琪拉放在下路抗压，这样孙小香吃完中轴之后可以去带边，带边拿点经济。第一波下路抗压，很果断，二闪直接背，而且卡住了警示的位置，小潘拿到第一滴血。大帅的这波出手相当的果断，然后同时小玉也过来接了一下大帅，把他救出来了。那看来一上来 AG 他这里下路双人组的一个状态还是非常顶的呀。开局就是个雷霆之势了，就围绕着赤甲的一个争抢，打了对面一个出其不意，而且这样就可以满足 AG 希望在下半图出优，然后接着待会儿让嬴政转下来，再继续压血线打推进的这样一个思路了。是的。中右草的一个位置也是卡到你的下路盾，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滔博比较好出节奏的一个位置。他们太乙和安琪拉的控制直接爆发，而且这波是4个人打一个刚才还没到4级的夏侯惇，吃这一套是完全顶不住的。是的，滔博也是立马找回场子，都是围绕着自己的一个发力点，都拿到了想要的一种情况。小鱼这边的发育呢是比较不错的，然后滔博这边的话则是第一波击杀起到了效果。冉翔这一把他在过中的时候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因为 AG 整体的抢视野能力是没有对面强的。对，千万得小心。你这把安琪拉选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 RA 这个弹野的。是的。结合到目前 A 组的组内实时积分，其余的队伍都已经打完了。现在这最后一场，滔博和 AG 就是比谁大场获胜，谁就能够获得卡位赛的资格。大场获胜就会有3个大场积分，然后在小分上面，他们无论谁赢，小分都将比南通 Hero 9进高。是的，就哪怕是3比2的胜利，小分也会比 Hero 高。现在都是要保射手拿个 buff。滔博是选择继续给打野了 ，AG 也是。这一轮的话，还是先都给打野。嗯。叠一下，上路，帮关羽解个线，这个线被银卡在塔前面了。轩辕这边就是通过卡线给下半图创造一些机会。牵扯住对面的一些人，但疏远这边是直接传送下来，然后帮忙过了这波线。开个大用来抢这一波的，防了一下。那这样蓝去刷的时候，他的大招是没有的。对，但 AG 这个阵容还没有强到这个点，能够进到对面野区。是的。AG 是一个中下2线有线权，那这波龙 AG 可以先打，正好上路营业拿到关羽线权了，3条线在龙点的时候全都有线权。但由于两边都是弹野的原因，第一时间不太好去 rush 这个龙，还是把这个口子给让出来，这样关羽也能支援赶到。还是要拼，最后还是滔博把这个视野重新抢了回来，拿到了暴君。有点忌惮关羽啊。嗯。影当时是不是有个尾刀没补掉啊？关羽是把兵线顶回自己塔下去清掉了。再转下，继续压，想要直接闪铁，小鱼交了一个闪现，闪换闪，身位被压低，这个位置过来，凯开了一个大招，是卡住了影的一个进场，但这波塔的话 ，AG 也是守住了。但这波守塔的过程当中 ，AG 下路双人组闪现全交了。是的。滔博还是利用自己阵容的一个强势期，现在在打节奏，非常敢打。没错，这一局看好滔博的人有17人，然后11人看好了成追超会。我感觉这把冉翔最好是先做个魔女斗篷出来吧。先扛住安琪拉。整体的发育上面，这把莱恩的发育非常顺畅啊，现在4300的经济了。前期有一个安琪拉和凯的对于下半图的不断的支援，让这个孙小香在中下来回吃钱的时候，环境非常的安逸。是的。要换个节奏，对拆外塔。Blue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 Red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 凯这个位置被看到了。卡一下 AG 这边回中，现在凯的强度也很高，而且夏侯是比较穷的，他把经济让给嬴政吃了很多。就看嬴政能不能够，因为他有兵杖了，他能不能利用自己挂上减速以后先打一下对面的状态。关羽传过来，下路准备打波红区进攻，有想法。因为对面下路双人组的闪现还在 CD 当中，浩博想打一个召唤师技能叉，但 AG 所有人也协防过来，而且影是一个随时可夹的位置。正面疏远先开了一个大招，卡在这个前点，安琪拉一套技能，下路大招给拉走了，这波冉翔活了下来。侧面太乙又去卡住了对面想要进场的影，那这个红的话 AG 是能守住的。这波比较惊险，想打冉翔大招的一个弹道没挡住，让他一个大招穿出来了。哎，我看到宝教练身后有做的中野，也在底下正在看着。因为对于 AG 来说的话，他们其实在近2年、2年半的一个时间，都是一直稳稳的维持在了 S 组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对 AG 又有了 SA 卡位赛的机会之后，希望他们能够抓住的其中一个原因。
而对于滔博来说，这个队伍其实是卡位赛的常客，他们经常打卡位赛。我算了一下，他们此前是打过7次卡位赛，是非常有丰富阅历的一个打卡位赛的队伍。他们非常清楚，就是怎么去打卡位赛。对，你别管卡位赛最后到底打得怎么样，但是就凭着打了7次卡位赛的经历，就说明他们在卡位赛之前如何去打卡位赛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熟练的。对的。而且这段时间都有蓝安啊。他们此前是4次卡位赛赢了，7次卡位赛赢了4次。这边先打了凯的一个大招，但这波的话盾山没有能够开到，要被磨一下状态。一波技能交互，大帅是亏了个闪现。但上路好像是拼了一波，看到影这边也是没有闪现的。但影这里没闪，这个红区我看关羽准备靠，来不及。那滔博是正常过线准备拿龙，这红区想进，哎，好像有机会。关羽上线过完这个影的话是过不来防守。他已经提前给到一个视野了，范范在这边续炸。对，那就是4打4，双方对抗路互相牵制，已经看到了。但正面艾琳想开一个大招去压一下位置，这个红 buff 被拉过来了一点点。盾山大招已经开完，感觉要拼惩，最后是冉翔这边拿到的。对，给了点压力，拼惩没拼到，冉翔拿下去了。这样回头滔博还可以控8分半的一个暴君。现在 AG 的想法都是先把能守的红给守住，再保证一下双边整体的经济。但孙尚香已经很肥了，9分钟就已经有7000块。是的，所以他10分钟的时候是一定能有3件套的。现在差不多还有400块钱就有了。等中路这波线清一下啊，上路可以带着吃。孙尚香有点想吃，但是又不太敢过去，只能掩护一下关羽，先卡个河道。AG 则是抱着中路来波消耗，盾山挡一下安琪拉的技能。凯一个人卡住了这个兵线，对，开大去挡了一波伤害。正好在刷暗影暴君的时候，凯的大招也能赚。是的。这也说到为什么这一局凯在红色方出的时候会限制到 AG 很多英雄，而且他是做完黄盾之后，直接是做了个魔女斗篷。他做魔女斗篷的话，用来去挡艾琳和嬴政是很好用的。AG 想尝试在中轴再压一波，这波小白嬴政角度找的不错，是压掉了滔博一些身位，让那个线送进去磨了一下中塔。冉翔状态掉了，第一时间不敢占视野，先回到红区保一个红 buff， 但这个龙要被 run 完了，速度非常快啊！正面滔博是选择果断的 rush 龙，然后正面的话安琪拉又是一套技能把夏侯惇的状态压低。这波龙拿完之后，那滔博的推进就会变得更加猛烈。而且关羽这个位置看到了夏侯惇，那太乙复活得先交代一下，在里面感觉要被压起身，留一下，直接被影给击杀掉了。这波滔博他自己的阵型稍微有一些分散了，对，太激进了，一下子开进去，然后身后其实是跟不上的，再加上关羽那个位置被盯住了，没办法去跟正面队友形成一波夹击的配合。而这样一波打完了以后 ，AG 再拿一条主宰，其实他们是可以围绕着这个暗影主宰去起推进节奏的。关羽的位置对面是不知道的，现在出来了，你过来帮忙踩一下。而且这波也知道关羽没大招，刚才在中右是交了。是的。看到这边的射辅非常有想法，这个野射非常有想法。反了孙尚香一个红 buff。是的。冉翔的霸者。冉翔非常喜欢出霸者，我记得之前看切片说是中艺教的。他这样能够保证自己有续航，不用回家，再加上自己的一个被动，血量特别高，而且霸者也会加双抗，尤其在现在正式服版本里面特别好用。再上红区，这波红 AG 保下来了。现在其实从滔博的角度来说，他们是稍微有些僵住了，但是关羽侧面找到了影，但是影开了一个大招，然后闪现拉了出来，保了一手。那 AG 趁机又反消耗了一下滔博的阵容。轩然还是比较能扛的，影这个英雄又有一个大招可以顶一管血量，
然后闪现加反让刺甲扛一波也绰绰有余，还有盾山给个大招拆火一下。是的，盾山其实他大招是比较克制安琪拉和孙小香这种瞬间爆发的，就那一波伤害会被挡下来。其实现在的局面就是我们 BP 所说到的，滔博如果说他没有办法完成最后这个击杀这件事情的话，他就始终起不了他理想的节奏。是的，而能不能击杀到了后期就是看关羽。控到过来接一环，但是刚刚碰到的是比较能扛的影。然后 AG 这边的话呢，就是保持身距，不断的拉扯，打你的状态，打消耗，然后围绕着艾琳和嬴政在做推进。对，打阵地战。都在打各自的东西，这边控到了这一手下蹲大招拉出来了，但是最后还是一炮跟上死掉了。哇，正面这波盾山爆到了4个，队友直接跟上了一波伤害，先打了一套集火。这边的话，凯是一个丝血往后拉扯过去了，但是嬴政这边交了一个闪现过去，再平 A 了一下，大招好了，能不能跟上？这个位置，凯是一个丝血，队友赶紧过来帮忙挡了一下，安琪拉挡住了，但是 AG 小鱼这边是在正面拿到了一手双杀的。这波大帅是开的真好。爆到了4个，太猛了！我们来回顾这波团。看，先冉翔吃第一波，太乙和安琪拉的 combo 加关羽，然后已经看倒了个夏侯惇之后，关羽踩进来还想打后续，但是大帅是看准了你这里想接关羽的一个想法，2闪接兵甲。他这一爆是真的打出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因为他这一爆可以让队伍能够顺利的拿下这条暗影暴君。是的，看到大帅这一局的击杀参与率是100%，硬控时长有17秒，这个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对于一个盾山来说的话。关羽现在得找机会铺后排了。对。就两边的阵容现在依旧还是在这种有博弈的空间当中，就看到底是滔博能找到一个夹击的画面，还是 AG 这样顺着一直推。凯开了一个大招顶进去，要等关羽过来正面，他也跟他接了一手 combo， 最后顶回来的是对面手夏侯惇。夏侯惇这一次是有点扛不住了，引过去开了一个大招，想要救手自己能够拉扯出来，但是夏侯惇最后还是没死啊，很硬啊，冉翔。你第一时间都感觉可能要直接倒在里面了。其实他这手装备的话。一个黄盾加个霸者加个魔女，他的双抗是很高的，而且这装备血量很高。加上游走这边盾山又是一个救赎之翼，而且是敬畏荣耀的救赎，所以这夏侯整体双抗都特别高。你一波集火的话，想把这夏侯集火掉非常难。盾山还会给个大招的拆火，再加上刚才我们一直聊到的最关键的一环，关羽他能不能冲进去？是很重要，是滔博能不能赢团战非常重要的一环。刚才一直被轩辕盯着，轩辕的影在侧翼画面外盯着吴焕，让吴焕找不到一个太好的角度，直逼 AG 的这双后排，所以吴焕他只能开着大招从正面进，尝试推回一个前排。但主要是这几次他们哪怕集火到对面前排，也没有能完成击杀那一环，所以 AG 这边他的一个双 C 一直都有很好的一个输出环境。是的。他就打你的技能真空期，利用手长打你的状态，一直在做推进，所以现在整体的视野上面，包括塔数上面都是 AG 的优势。看一下吴焕这波也是继续尝试从后面找个机会。但你看轩辕的一个站位，有轩辕在把门的。现在轩辕和大帅是把后方的这个能进场的口子都给卡住了，一直在排草。关羽没漏，反正不会前压的。现在的话要往下转了，暗影之镜在下面。关羽尝试在这个小草蹲一下，这个小草藏着，正面嬴政会开大先扫了一套，关羽这个位置依旧没有漏，因为嬴也没漏。是的。但中上射线，关羽进来，大招一推，直接被对面给断掉了。兵甲又给了一手，正面的话，影是一个人卡住，对面3个人开了一个大招再回去，然后关羽这边又是一波回推，推到是对面的一个前排。夏盾这波还是能够扛住的，这样没有人管这个艾琳了，艾琳直接疯狂输出，先打掉了一手安琪拉。夏盾这个位置是被送上击杀掉了，但是后方这个位置他也走不掉，小鱼拿手2连击破，中路还有线的，赢这个大招扫了过去，虽然被打残了，回到圈当中想补一波状态，回手再去找到了关羽击杀掉之后，回头点掉水晶，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玩会。
拿到了第一小局比赛的胜利。感觉第一局打下来，其实两边都是在围绕着自己的阵容不断的做尝试，但是 AG 这边